Hello，各位，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我是阿伟。现在拍摄时间是3月7号周六的上午9点50分。外面在下雨，所以想说用短短10分钟的时间来记录一下这周的投资账户记录，还有市场回顾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很简单，就是市场这几天在跌，但油价在飙，殖利率又上去，很多人开始担心是不是要出大事了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市场虽然会动荡，但它其实比你想象中的更加有韧性。今天我就用几张图或一些数据，让我们看懂这一次的波动。最近盘势的催化剂很明确，就是地缘政治升温带动风险趋避，然后油价被推上来，通膨疑虑又回头，于是债券殖利率又上去，降息预期又往后延。你们可以先看这个 CNN 的这张 Fear and Greed 指数，可以看到市场目前是处在这个 Fear 的这个状态，但还没有到那个 Extreme Fear 那种失控的状态。接下来这张图也很有意思，油价大幅走高，但股市只有小幅的偏弱。那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市场虽然有被这个新闻吓到，但资金并没有全面撤退，因为大家也认为2026年目前看起来还不至于立刻进入衰退。当市场进入不确定性，资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轮动，把较高波动的部位先砍掉，换去比较能扛的那些板块。好，可以看到能源和公共事业这段期间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，反过来消费必需品、金融是相对比较落后的。那能源受惠于油价，公共事业偏防御，现金流比较稳，所以在波动的时候更容易被资金当作避风港。接下来我要带大家看一张图，回顾80多年，超过25次的地缘政治冲击 ，S&P 500在事件后的3个月、6个月和12个月的平均报酬还是一样是正的。这不代表是每次都会立刻马上反弹，而是提醒你，很多时候市场最恐慌的那一刻，反而其实离修复期不远。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各位，市场短期可能有很多噪音，但长期决定你报酬的，往往是你有没有策略，以及能不能够撑过现在的情绪。地缘政治会放大波动，油价会影响通膨预期，那殖利率会影响估值，但很多时候市场不是崩盘，而是只是在做重新定价而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各大指数和商品的表现。可以先看到 USO 原油真的是涨了很多，礼拜四涨了5%，礼拜五又涨了12%，一路往上喷，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趋势。所以目前油箱还没加满的，可以先把车开到加油站，跟那个加油站店员说：“你可以帮我加油吗？”他会跟你说：“好，干巴爹。”好，那接下来看美国四大指数的表现。SPY 可以先看到，上次讲过，这边已经进行了第一次交叉了，对不对？这边已经进行了第一次交叉。那我觉得第二次交叉也势不可挡，因为 ENA 这里跟这里应该接下来也是会碰到，因为价格没有明显要站上这两根20 EMA 跟60 EMA 的趋势，所以我觉得第二次交叉可能也要来了。那短期内可能 SPY 也要进行一次调整了，因为目前120NA 可能之后从这里往上走之后，这个120NA 的均线依然会往下，可能我觉得会先在这个120NA 跟200日NA 这边先做一阵徘徊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看到道琼，道琼也是跌得很快。在这边跌破20后，接下来马上要跌破60，那跌破60后，再马上要跌破120了，所以这个价格是跌的回落的很快，但目前都还没有交叉的迹象，但我觉得交叉也是必然的，毕竟它现在的20NA 抵扣价在这边，所以20NA 现价离抵扣价很远，所以20NA 应该会下来很快。那60NA 跟现价目前位置差不多，所以60NA 可能是会走平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会做双交叉。但是120NA 的抵扣价还非常远，所以这根紫色还是会上行，所以应该会把价格拽回来。所以我觉得目前价格可能会在这个60NA 跟120NA 之间游移。接下来看到 QQ 修正就比较早就开始修正，它从2月13号跟2月17号的时候就已经完成20NA 跟60NA 的死亡交叉。可以看到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基本上都是盘整状态，都没有再往上了。目前现价是比60NA 抵扣价还低，120NA 抵扣价是准备往上爬了，所以之后这根紫色的120NA 可能也会开始走平，甚至走到负斜率。但是200日NA 的抵扣价还有点远，所以我觉得目前之后走势应该就是在这120NA 跟这个200日NA 这边先整理。好，那接下来看到费半也是下来的很快，跌破20NA 后跌破60NA，20NA 的抵扣价目前之后就是要往上走，所以这跟20NA 可能会往下走。但是60NA 目前抵扣价还在蛮远的，接下来往下走，所以这根黄色线应该还会被把价格拽回来，所以之后应该在20跟60NA 之间走。所以费半目前算是调整的比较少，这边会不会交叉还不一定，但其他你可以看其他指数基本上都是已经交叉了啦，基本上其他的指数都已经跌到120NA 以下了，费半只调整到60NA 这边，所以它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强势的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美元指数是已经完成破线拐头，即将交叉，即将展开多头行情了。所以美元可能要开始涨了，因为这边你看，基本上下一根就是21NA 跟60NA 会交叉。现在目前是被这个200日的 ENA 价格给压住，涨了4根上影线，
我觉得之后这些抵扣价目前都下来了，所以目前现价基本上已经都比20、60、120的抵扣价都还高，所以均线准备往上爬了，所以我觉得美元应该要准备开始涨了。那再看一下黄金，黄金目前是沿着这个20NA 逐步往上爬，沿着这个20NA 逐步往上爬。但是战争，我就觉得黄金应该是避险需求会变多，但它为什么没涨，我不确定。所以我自己持股是蛮多都是挖金矿的股票啊，所以也是蛮惨的。比特币是刚之前讲非常弱势，完成了破线拐头之后，看起来还是交叉还是非常远，接下来价格又回落回去了。看一下60NA 的抵扣价，接下来一周也是还没开始往下走了，还是要再等一阵子，所以可能比特币目前还是一样相对弱势很多啊。好，那接下来看我们最强的台股啊，0050。也就是0050之前说要交叉没有交叉后直接一路往上喷，最近价格回调，但是都还没有跌破关键均线，20年还是目前是撑住的，而且我觉得就算价格跌下去，还是会把价格拽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抵扣价目前之后还是会进入这个区间，所以接下来一周，我觉得台股就算价格掉下去，还是会被这个20年拽回来，还是相对强势其他指数非常多。好，接下来回顾一下我投资账户的状况，这一周就真的是比较惨。先看到 Stephen Crisis 2026 Top 10选到这个组合，那目前只剩下涨了 2.11%， 是跌了很多啊。上礼拜拍的时候好像还快要 10% 是吗？不敢看上次的影片了。好，那但是可以看到 rating 的话，目前呢5个在 hold， 然后5个在 strong buy， 所以也都是没有掉到 sell， 所以一样我不会卖，我就是会坚持这个策略。接下来看到我这个 RW Select 就是2026 2月6号挑出的这10档呢，这是我自己选的这10档，目前呢是已经变成负的。上礼拜我记得才跟那个 Stephen Crisis 差不多，这礼拜直接掉到负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，就是我选的蛮多的都是。就是挖那些金矿的那些公司，但是金价没有涨，这个战争金价竟然是沿着20年走而已，所以这些公司很明显的就是回撤比较大。但是 rating 的部分呢，一样，现在是4档在这个 strong buy， 然后6档在这个 hold， 所以我一样没有掉 sale， 我一样不会卖。然后最后看到我那个投资 SP 拆楼的状况，目前是一样变成负的，已经负了这个880美金，然后跌了7%，是有一点痛，但是一样我会坚持我的策略，就是跌破200日线我才会出清，然后如果跌1%的话，我就会加码。但是目前 SPY 很多次，就是很多次哦，它都是跌没有到1%，所以基本上我都是没有加码到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本周的投资账户记录还有市场回顾啊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在这个影片下面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大家才不会错过我最新发的影片还有通知。然后昨天有上一支那个为什么我只投资美股的影片，大家还没有看的可以先赶快去看一下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每周3跟每周日晚上8点45分，我也会在我的频道直播，也就是明天晚上8点45分。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把这个时间腾下来，一起来跟我参与直播讨论。好了，那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